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言，好久没有做策划直通车了，终于来了。其实上次也是有做策划直通车，但是上一期的全部都是废话，没错，真的是废话，所以我就没有做到上一期，为了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那今天的策划直通车呢，其实也是很多废话，可是他有回答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哪一些反馈。第一个反馈，失落之地分线模式会变成常驻功能吗？其实分线报名，不管你是在先锋王国还是一般的王国也好，都有受到影响的。像是一般王国的话，就会觉得他们会被加入在先锋王国的战局，又或者是他们会分线在先锋王国的第二或者是第三条路线。但是第二、第三条路线的玩家一般都不太活跃，就会变成第二、第三条路线会比较无聊。以先锋王国的角度，就会觉得分线报名很麻烦，每一次在报名之前都要做好记录，哪一些玩家拥有多少的战力，要选择哪一些玩家进入地图里面。策划答复，失落之地分线报名依然还在先锋体验阶段，他们也在持续收集各位执政官关于这个模式的意见，并进行优化。他们也知道任何失落之地相关机制修改都有可能对广大执政官的游戏体验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确保该模式经过充分调优之前，该模式将不会正式上线征服赛季，只会进行小规模的先锋体验。可是我怎么感觉现在好像已经普及开来，每一个失落之地都有的感觉。所以根据策划的答复，其实我们现在玩的分线报名依然还在先锋体验版，可是现在的先锋体验版也持续太久了吧，都持续了大概3-4个月左右了。第二个反馈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在游戏中管理人员对王国稳定至关重要，分线的修改不应该增加管理员的负担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对于先锋王国而言，统领需要分派分线的执政官名额，处理分线的相关职能，给我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个也就是刚刚出现分线报名的时候我就有提到的东西。策划的回答，分线模式确实会给部分王国管理人员带来额外的负担，我们在设计之初也考虑了该问题，提供了自动补发名额等方式作为弥补，但并没有满足所有执政官的需求。你这个根本没有帮助到多少啊！什么自动补发名额，这些是随机的，又不是我们自己想要选择的玩家。我不清楚策划是不是不明白现在分线报名到底有多麻烦，还要去问每一个玩家谁要打仗谁不要打仗，然后要去检查每一个小号战力有多少，能不能补兵。报名的时候又要确保玩家在联盟里面，接着还要提早运送资源等等问题。近期他们也在针对分线模式的管理问题进行专题访谈及调查问卷，他们会根据访谈、问卷结果以及社区反馈，尽快确定优化方案，并及时向各位执政官同步。所以严格来讲，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回答到要怎样去处理，也只能等到后续的结果。第三个反馈也是我刚刚有提到的，作为一个有战斗意志的王国，当匹配到先锋王国的第二条路线或者是第三条路线的时候，发现他们往往并没有展示出应有的战斗意愿，这让我们和其他失落之地的王国体验较差。第二、第三条路线没有战斗意愿是很正常的，因为全部玩家都集中在第一条路线了，第二、第三条路线是完全没有活跃玩家的。但是对于那些不想要打架的王国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这种先锋王国不打架，这样就很好啦，我们可以直接拿奖励。但也确实他们不打的话，就会变成这场 KVK 很无聊。策划答复，根据各位执政官的反馈，我们已经在匹配中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若某王国的分线存在高战力、高击杀的执政官人数占比比较低的情况，则该路线也会等比降低匹配权重，就是讲找到更低等级的王国跟他们匹配了。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当然官方也可以限制先锋王国不能报名第二、第三条路线啦。不过我觉得如果不让他们报名的话，可能会吵起来呀。毕竟失落之地里面种田其实拿到的资源会比较多一点，有更大的地方可以让他们去种田，所以我认为先锋王国是不允许官方关闭他们第二跟第三条路线了。第四个反馈，在前2天的玩家社区反馈里面才有讲到这个问题，今天策划直通车又来一个中文版本了，不过这个是讲的比较明确一点的，到底要多少个先锋王国。这里是说到希望将先锋王国数量减少至12个，目前的先锋王国判定标准过低，招收移民时需要大幅伤兵压战力才行。策划直通车其实是选取国服玩家所提出来的问题做成的一个方案，
我是没有想到连国服都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先锋王国的标准太低了。策划答复，他们考虑到先锋王国规则对于游戏生态十分重要，所以他们暂时不会对先锋王国数量进行调整。这个在前2天我做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是没有讲到的，他只是说会做的一个策划面对面说这件事情而已，但是没有明确的拒绝说不会减少数量。但是他们会适当调整针对先锋王国特殊移民规则，比方说适当的加速特殊移民恢复速度，增加特殊移民数量上限，希望能帮助先锋王国进行合理的人员招募。我是可以很直接的在这里跟策划讲，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就算你可以顶的一时，也顶不了一辈子，除非调整的幅度很大之外，否则调整那么一点点，可能从原本的3个变成6个是不会有任何的帮助的。我知道游戏策划在看着我的影片，我是在这边直接跟你讲了啊，你最好听清楚，我是同意这个玩家的说法，最好是把先锋王国的数量减少。但是今天问题来了，因为我们在之前不知道他们想要把这个分线报名做多久，以为是永久性的，所以才觉得说把先锋王国数量减少会比较好一点。但他只是讲暂时而已，这样的话先锋王国的数量就不能够减少了，所以也只能看策划那边要怎么想吧，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之后还有什么计划，没有办法给出其他的方案。第5个反馈，中战的奖励不太合理，对一些因匹配问题在失落之地中表现不佳的执政官和王国非常不公平。策划答复，针对很多玩家都提出进入了很多次 KVK 活动都无法获得征服者之证奖励，他们进行了很多次讨论，目前正在制定修改方案，具体方案尚未确定哈。但可以确定我们目标是让部分无法获得征服者之证的执政官也有机会进行征服者奖励专属铭文道具的兑换。哇，这样子是不是间接性就等于说专属铭文的价值就贬低了呢？第6个反馈，希望能够分享自己布置的城内布局哈，现在不是可以分享了没？策划答复，他们会逐步规划该内容的开发。是我理解错了吗？现在不是可以分享自己城市布局，为什么还要再做了一次？第7个反馈，我在前2天就已经讲过了，希望可以用 ID 去搜索玩家的账号，然后用 ID 去搜索排行榜。策划的答复就是他们已经在开发了，所以这一题我们就跳过。第8个反馈，希望在 VIP 商店中添加工程装备图纸。这个问题也是在之前讲过，他们会加入在 VIP 商店，所以我们也是跳过。奥林匹亚之巅小地图改得不好，现在地图部队显示色点挤在一起，无法判定旗帜归属和双方部队交战的情况，希望调整回去。我是已经很久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所以这个我就没有什么想法。我看了其他玩家分享的图片变成这个样子，确实看起来会比较复杂一点，旁边多了一些颜色。真的看起来并不是很明显，就跟埃及的地图也是一样啊。我是比较喜欢之前的版本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习惯了，反而我看新的版本不是很喜欢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么觉得而已。策划回答，在最近的更新中，他们已经升级了小地图的样式，希望能给执政官带来更好的视觉和游戏体验。同时他们也是注意到了目前部分地图中存在信息传达不清的问题，后续他们也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整和优化。这个只是小问题而已啊，他们要修改的话应该也蛮快的。接着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少的观众跟我投诉，就是埃及之战最低报名人数要15个人，这个不合理。像他们这种小王国，很多人会因此没有办法参加埃及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策划的答复，为了缓解执政官对此问题的困扰，他们正在考虑为人数较少的联盟以及执政官个人提供一种新的能够深度体验到埃及之战的参与形式，敬请期待。什么参与模式？难道是随机分配到其他的联盟里面去吗？或者是把人数少跟人数少的联盟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队伍打埃及？不过至少今天也是给大家知道，这个15人报名之后会改掉啦。不过我希望他们改得快一点啊，埃及每2个星期都要打一次，你再改慢一点的话就损失了很多金头啊。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策划直通车，其实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在考虑中啊，之后才进行修改。不过多多少少还是有回答到一些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啦。所以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